我感觉我真的挺不住了。说实话，看完最近的数据和新闻，再也真的是惊呆了。这哪里是什么遥遥领先，简直就是一场席卷而来的失业海啸啊！先给大家报个猛料，8月份中国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飙升到了 18.8%， 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。要知道，这可是把在校生都排除在外的数据，真实情况只会更加惨不忍睹。更别提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失业青年没被统计进去呢。这意味着啥？就是说，差不多每5个年轻人里就有1个找不到工作。而且这还是官方数据，大家懂的，真实情况可能更加糟糕。青年失业率暴涨背后是一个个令人心碎的故事。再也在网上看到不少毕业3个月还没找到工作，我真的挺不住了。这样的视频，虽然有些可能是摆拍，但现实绝对比这更惨。有位32岁的姑娘何阿军，本来在教育行业工作，现在沦落成了失业博主。她每月靠接点广告、写文章，勉强能赚5000块钱。这就是咱们新时代的自由职业者啊！说白了就是打零工混日子呗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情况还在持续恶化。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跌到了 49.3， 就连那些专门唱赞歌的官方 PMI 也只有 49.8。 这意味着啥？意味着制造业在萎缩，更多的工厂可能要关门，更多的年轻人要失业。再也给大家算个账啊，今年夏天中国大学毕业生人数高达1179万，创历史新高。这么多人往哪安置？别说找工作了，就是去卖煎饼果子，摊位都不够啊！更别提现在连政府部门这种铁饭碗都开始大规模裁员了。据报道，北京去年就宣布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人员编制减少 5%。河南省今年早些时候削减了5600个职位，山东省自去年以来已经砍掉了近10000个岗位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连考公务员这条路都快走不通了呀！现在网上流行一个新词叫烂尾娃，就是形容那些大学毕业却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，人生就像烂尾楼一样被迫停摆。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学者估计，大约 25% 的23至35岁中国大学毕业生目前从事着低于其学历水平的工作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1/4的高材生在做端盘子、送外卖的活啊！更惨的是，据路透社报道，现在中国有超过2亿人口从事零工经济。这是啥意思？就是说有2亿人没有稳定工作，今天送个外卖，明天刷个单，后天可能就失业了。这哪是什么灵活就业，根本就是朝不保夕啊！大家想想看，这帮年轻人从小就被灌输知识改变命运的思想，结果呢，苦读多年，背负着高额学贷，好不容易毕业了，却发现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。他们的人生理想，他们的职业规划，全都变成了一场空。这种绝望和沮丧，恐怕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。更让人心寒的是，这帮年轻人连诉苦的地方都没有。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，失业日记和被解雇的标签总共获得了21亿次浏览。21亿次啊，这是多少年轻人的辛酸和无奈在里面。有的人开始记录被解雇的天数，有的人分享与主管的尴尬聊天记录，还有人干脆发布哭泣的自拍照。这哪里是什么青春年华，简直就是一出出现实版的悲情剧啊！再也在想，这帮年轻人要是不能找到出路，他们会怎么样？会不会像日本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后那样，催生出大批非特族和尼特族？要知道，日本当年15至24岁青年失业率最高，也就10%出头，比现在中国的情况好多了。说到这儿，再也真的替这些年轻人感到心痛。他们本该是国家的未来，社会的希望，结果现在却成了烂尾娃。
这哪里是什么中国梦，简直就是一场全国性的青春噩梦啊！那么问题来了，这场失业海啸是怎么刮起来的？又会给咱们的社会带来什么影响呢？说实话，越研究这个问题，再也就越觉得后背发凉啊。先说说这场失业风暴的根源。大家都知道，咱们中国经济这几年可是遭了不少罪，房地产危机、新冠疫情、对科技和教育行业的大规模整顿，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，简直就是给就业市场来了个一记重拳啊！更要命的是，现在中央还在大力推行什么新质生产力政策，听起来挺高大上，是不是？但是批评者们可不这么看，他们认为这政策不仅导致其他行业需求疲软，还可能让那些错过了上一轮经济繁荣，又来不及适应新兴行业的一代高学历年轻人被彻底抛下。这不是在浪费人力资本吗？来看看数据就知道有多可怕了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王部长今年3月就公开承认，中国现在面临着钳工、焊工、养老护理员等一线技工普遍短缺的问题。与此同时，适应新产业、新模式、新动能发展的高技能人才仍然稀缺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咱们现在的情况是高端人才不够用，低端工作没人干，中间的这批大学生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这不是典型的结构性失业吗？更糟糕的是，中国390万职业学院毕业生大多只具备低端制造和服务行业的工作技能，想改革至少还得几年时间。这帮孩子难道就只能干些端盘子、送外卖的活？有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经济学家告诉路透社说，中国近4800万大学生中，许多人在职业生涯起步时薪资低，在其一生中缴纳的税款相对较少。这位经济学家说，虽然不能称他们为迷失的一代，但这无疑是对人力资本的巨大浪费。再也听了都想哭啊！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，本该是国家发展的动力，结果现在却成了社会的负担。这哪里是什么人口红利，简直就是人口灾难啊！更让人担心的是，这种情况对社会稳定的影响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政治分析家指出，历史表明，青年失业率在中国是革命、青年激进主义与犯罪率的重要因素。他说，青年失业率是社会经济发展和未来前景的重要指标，如果处理不当，将会引发社会各方面的问题。这话说的可真是一针见血啊！想想看，这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，看不到希望，整天无所事事，会不会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？会不会像阿拉伯之春那样引发大规模社会动荡？有些年轻人已经开始放弃了。24岁的云南影片制作者白熊上个月被公司裁员。他说，我当然对当前的经济状态不满，因为赚不到多少钱，他的主管突然要他选择是降薪25%还是被裁员，他选择了后者。这种情况在中国现在可不少见啊。更可怕的是，一些年轻人开始对整个社会失去信心。那位政治分析家说，经济低迷以冲击学生与家长的心理，导致负面情绪，引发他们相信社会没有未来。一些学生不再想读书，认为读书无用。这是要完蛋的节奏啊！要是连年轻人都对未来失去希望，那中国的未来还有希望吗？中央也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9月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，就强调了要重点做好应届高校毕业生、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零就业家庭等重点人群就业工作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也表示，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作为重中之重。但是光说不练假把式啊！现在的问题是，就业市场就那么大，年轻人又那么多，到底怎么安置？总不能都去考公务员吧？而且就算考上了，现在连公务员都在大规模裁员，这不是从一个坑跳到另一个坑吗？
有专家说，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关键还是得靠民营经济。可是现在民营经济的情况也不乐观啊。根据统计，截至2023年6月，中国市值最高的100家上市企业中，民营企业的市值占比已经从2021年同期的 55% 大幅收缩至 33%。这说明啥？说明连投资者都对民营经济没信心了。更要命的是，创业投资也在大幅萎缩。截至2024年8月底，人民币风险投资基金累计金额仅剩 53.8 亿美元，而2022年这一数字是884亿美元，2023年是164亿美元。2018年风险投资支持的新创立企业有51302家，而2023年仅有1202家。2024年持续下滑，截至8月底仅有260家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说，连创业这条路都快走不通了。那些有想法、有激情的年轻人，连创业的机会都没有了，这还让他们怎么活？说实话，看到这些数据，再也真的很绝望。这哪里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，简直就是在把一代年轻人往绝路上逼呀！各位网友，你们觉得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？还是说根本就解决不了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让更多人看到中国真相。别忘了点赞、转发、评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